长得像天使，下手却比谁都狠。这就是帝国的皇太子里昂哈德，大家都叫他美丽的暴君。只要他一出现，战场瞬间就会变成地狱。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他却谁也看不上，所有候选人都被他赶走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成了最后的例外。这一场婚礼注定要让整个帝国翻天覆地，底下的人都在嚼舌根，觉得这门亲事根本不合适，甚至有人想找个理由把新娘换掉。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一刻艾琳娜还是站在了皇太子身边。里昂哈德亲手掀起头纱，凑到他耳边低声问：“当上全帝国女人都羡慕的皇太子妃，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？”这种挑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真正的博弈现在才正式开始。这扇皇室的大门进来了，就没打算再回头。里昂哈德根本不打算放手，他捏住埃琳内的下巴，语气霸道的让人没法拒绝。既然选定了你，这辈子就别想逃出我的手心。这一吻下去，全帝国的人都以为这位黑玫瑰终于找到了归宿，甚至有人觉得他肯定在心里盘算着什么阴谋。可事实完全相反，埃琳娜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，什么皇太子妃，什么反派恶女，全都是天大的误会。她根本不是什么狠角色，只是单纯的社交恐惧症，一跟人说话就想钻地缝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这种性格要在皇宫里混，以后的日子恐怕比打仗还要难熬。时间回到3周前，这一场皇室选妃大会简直就是大型翻车现场。里昂哈德坐在高位上，连正眼都不瞧人家一下，还没说2句话就直接赶人，旁边的副官都要崩溃了。这可是皇帝亲自下的死命令。结果这位爷倒好，完全把这当成了走过场。副官硬着头皮介绍下一位，结果连名字都没念完就被他冷冷的打断了，理由只有一个：看者不顺眼。这性格简直就是个施虐狂。照这么个选法，全帝国的名门千金恐怕都要被他给醉光了。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镇得住这个暴君？这下全乱套了。这位小姐的礼服被弄得一塌糊涂，哭的那叫一个委屈，这副样子显然是没法见人了。所有人都指着埃琳娜，逼她站出来道歉，毕竟在大家眼里，她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恶女。可结果呢？埃琳娜只是静静地站在那，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打算说，甚至还反问一句：“还有谁要说话吗？”这就是传闻中的冰冷黑玫瑰。论其冷酷无情，除了皇太子，整个帝国恐怕没人能比得过他。大家都觉得他是故意弄脏别人的裙子，好把竞争对手直接踢出局。这种手段简直让人脊背发凉。他只是随便往后看了一眼，刚才还在嚼舌根的人立马吓得不敢再出声。这恶女的名头，这下算是彻底坐实了。看着埃琳娜离去的背影，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：这种女人要是当了皇太子妃，大家以后恐怕都没好日子过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里昂哈德竟然直接追了出去，连身后的随从都拦不住。这位爷到底想干什么？画面一转，刚才还气场全开的埃琳娜，现在正躲在花园里独自崩溃，嘴里还不停地骂着笨蛋。真相简直让人大跌眼镜，她根本不是什么恶女，只是想把掉在地上的手帕还给人家，结果因为社交恐惧症发作，半天没敢开口。这下好了，好心办坏事，不仅手帕没还成，还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臭了。刚才那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埃琳娜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因为实在太紧张，手里的酒杯根本拿不稳，结果红酒直接泼了人家一身。这种时候正常人都知道该赶紧道歉，可埃琳娜的脑回路偏偏在这时候断线了。她明明想说对不起，结果一开口却变成了那种挑衅的语气，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反向操作。越想解释，话到了嘴边就变得越难听，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把恶女的人设演到底了。其实她从小就是个社交黑洞，不管父母怎么努力，都没法让她学会正常跟人交流，甚至连个朋友都交不到。更要命的是，她只要一紧张，那张脸看起来就特别凶，别人以为她在目中无人的瞪人，其实她只是在发愁该说什么。就这样，一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重度社恐，硬生生被全帝国的人传成了最可怕的恶女。要是顶着这张凶巴巴的脸去见皇太子，估计还没等开口，就要被当场拉出去领盒饭了。为了能保住小命，埃琳娜决定在水边临时抱佛脚。她对着倒影拼命练习微笑，结果这表情管理彻底下线，乃是在笑啊，简直像是在盘算怎么毁掉整个帝国，气得她直拍自己的脸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树丛突然传来了动静，还没等他把那副恐怖的表情收回去，正主竟然就这么出现了。近距离看这位传说中的暴君，简直帅得没天理。埃琳娜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完了！最不想见的人，偏偏在最尴尬的时候撞上了。里昂哈德居高临下的盯着他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你居然还敢摆出这种态度！这下埃琳娜彻底慌了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完了，今天怕是要全交代在这儿了。面对这位传闻中冷血无情的皇太子，他现在哪还顾得上什么表情管理，甚至已经开始在脑海里快进到自己被处决的画面了。可就在他等死的时候，里昂哈德却突然伸手一把捏住了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起头来。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埃琳娜当场死机。这位暴君竟然凑到他耳边说：看来我是不会对你感到无聊了。无聊？这男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事情的走向好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。里昂哈德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是在平静的水面丢了颗重磅炸弹。他看着埃琳娜说：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是我的新娘。这下埃琳娜的脑子彻底宕机了，刚才还在担心会被处决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要结婚了？这剧情跳跃的也太离谱了。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里昂哈德直接拉起他的手，不由分说的
往大厅走去。埃琳娜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完全不知道这男人要干什么。两人推门而入的那一刻，全场瞬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，连埃琳娜的父母都看傻了眼。谁能想到这位暴君竟然会牵着恶女的手出现？面对众人的疑惑，里昂哈德只冷冷的丢下一句：“宴会结束了。”留下满屋子的人在原地凌乱。这出戏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。面对众人的追问，里昂哈德没有半点犹豫，他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微笑。我已经选好了。他凑到埃琳娜耳边，轻声唤出了她的名字。这一声亲昵的称呼让埃琳娜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盯上我的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里昂哈德竟然当众将他横抱起来，对着全场所有人大声宣布：“从今天起，埃琳娜就是我的妻子。”这句话一出，整个大厅瞬间炸开了锅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位暴君竟然会玩得这么大。看着台下那些惊掉下巴的脸，埃琳娜知道这下是真的彻底没退路了。里昂哈德根本不打算给任何人面子，他抱着埃琳娜转身就走。剩下的时间，我只想和他单独待着，你们自便吧。旁边的贵族们都急坏了，赶紧上前拦着，说还有好多大人物没打招呼呢。结果里昂哈德头都不回，冷冷的丢下一句：“没那个必要。”在他眼里，除了埃琳娜，谁当这个皇太子妃都不行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的人，语气温柔，却不容拒绝：“埃琳娜，我们走。”这下轮到埃琳娜彻底崩溃了。皇太子妃，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！他现在只想赶紧醒过来，谁能告诉他，这真的只是一场噩梦？可惜里昂哈德根本没打算放手，看着他那副势在必得的样子，埃琳娜知道这辈子算是彻底被盯上了。消息一出，整个帝国都炸锅了。暴君配恶女，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疼。家里人倒是挺高兴，觉得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可埃琳娜心里清楚，这福气一般人真消受不起。她本来以为那句求婚只是个玩笑，结果里昂哈德根本不打算放手，甚至直接把她堵在墙角。他冷笑着问：“你这是打算拒绝我吗？”这下麻烦了，这男人根本没打算给他留退路，这男人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。埃琳娜心里很清楚，要是敢违抗他的意思，全家人的命恐怕都保不住了。既然已经退无可退，那就只能豁出去了。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，他都得硬着头皮闯一闯。还没等他彻底缓过神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。女仆低声提醒：“殿下，这是您今天的行程。”看到这份日程表，埃琳娜整个人都懵了。这工作量简直离谱，一天之内要处理这么多事，这哪是当皇太子妃，这分明是来当牛马的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他咬咬牙，打算把这些麻烦全部搞定。谁还没点脾气了？结果呢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直接给了他一记重锤。看着眼前这阵仗，他才发现自己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这顿饭恐怕是没那么好咽下去，结果全搞砸了。埃琳娜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本来想好好表现，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。但生活还得继续，他一边往嘴里塞东西，一边拼命给自己打气。下午还有硬仗要打，绝对不能在这儿就倒下。就在这时，里昂哈德突然开口问：“你是不是累了？”埃琳娜下意识回了一个字：“是。”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，这语气听起来也太冷淡了，简直像是在故意甩脸色。看着对方那副表情，埃琳娜彻底瘫了。本来是想拉近距离，结果又把天聊死了，在暴君面前装高冷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这又是出什么事了？女仆们围在一起，一个个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原来是把礼服弄脏了。埃琳娜倒觉得没什么，一点小污渍而已，洗洗不就行了？她本想过去说声没关系，可这一整天折腾下来，她已经累到极限了。结果这一抬头，眼神冷得像要杀人，女仆们直接崩溃了，以为下一秒就要被拉出去砍头，甚至有人觉得死在这一刻反而是一种解脱。埃琳娜这才反应过来，坏了，自己这副表情在别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活阎王。这下误会大了，两边的信号完全没对上，她该怎么解释自己真的只是累了？埃琳娜一直在心里打气，千万要冷静，表情千万别太严肃，只要温柔地说一句没关系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可结果呢？她还没来得及张嘴，对面的女仆已经吓得当场求饶，那架势简直像是在交代遗言。埃琳娜站在原地怀疑人生，自己明明一句话都没说，怎么就把人吓成这样了？看来这亲和力真不是练练就能有的。她一个人躲在花园里，心里全是挫败感。明明私下里对着镜子练了那么久，结果一到关键时刻，还是把人全给吓跑了。虽然告诉自己不能放弃，但看着那些女仆惊恐的眼神，埃琳娜真的累了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她觉得自己可能要先崩溃了。埃琳娜一个人躲在花园里，心里全是自我怀疑。像她这样的人，凭什么能当上皇太子妃？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想知道答案吗？”里昂哈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，一开口就是嘲讽，说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真可怜。埃琳娜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可是个表现的好机会，绝对不能再搞砸了。她拼命告诉自己，一定要自然一点，一定要温柔一点。结果脑子一短路，她猛地转过头，对着里昂哈德就是一声咆哮：“今天天气可真好啊！”这哪是在打招呼，这简直是在下战书。大型翻车现场再次上演，埃琳娜这辈子怕是跟温柔两个字无缘了。谁能想到里昂哈德居然笑了，这一声轻笑直接把埃琳娜给整不会了。他刚才是在笑吗？既然气氛都到这儿了，埃琳娜干脆把心里最大的疑问直接抛了出来。她盯着里昂哈德问：“到底为什么偏偏选了他？”里昂哈德停顿了一下，随后露出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。他说：“是因为一见钟情。”
这话一出，埃琳娜彻底傻眼了，开什么玩笑？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简直比任何事都离谱。里昂哈德突然放声大笑，这笑声听得人心里发毛。埃琳娜完全搞不懂这个男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。他突然凑到耳边，语气里全是势在必得，是不是玩笑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打算放手。像埃琳娜这么有意思的女人，他要定了。还没等埃琳娜反应过来，里昂哈德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居然一眼就看穿了埃琳娜根本不擅长跟人打交道。原来这位皇太子处境比想象中还要艰难，身边全是敌人，对他来说，结婚原本只是在增加风险，但现在他似乎彻底改变了主意。里昂哈德说出了最戳心的一句话，在他眼里，一个对自己内心诚实的人才是最值得信任的。这番话直接把埃琳娜整不会了，她一直觉得自己留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，可这个男人居然是第一个认可她的人。看着他还在发愣，里昂哈德突然伸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让他别这么快就认输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所有人都会看到他的价值。最后这一句更是霸气，他提醒埃琳娜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他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妻子。这下两人的关系恐怕要彻底变样了。埃琳娜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她不想就这么放弃，更不想辜负那个男人的期待。她大声保证自己一定会拼一把。里昂哈德听完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那就看你的表现了，皇太子妃。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埃琳娜心里直犯嘀咕，传闻中那个恐怖的暴君好像也没那么坏。就在气氛刚缓和一点的时候，一个传令官急匆匆跑了过来，手里还拿着皇室的紧急信件。出大事了，皇室那边彻底炸锅了，娶一个名声狼藉的恶女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如果里昂哈德坚持到底，他的皇位恐怕都要保不住了。埃琳娜这下彻底懵了，她小心翼翼地问里昂哈德，这场婚事应该已经得到皇帝皇后的许可了吧？结果呢？里昂哈德轻飘飘回了一句：“没有，这夏天都要塌了。”埃琳娜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个男人竟然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敢私自宣布她是皇太子妃。可里昂哈德倒是一脸淡定，反正皇室一直催着他结婚，先斩后奏，在他看来根本不是事儿。还没等埃琳娜缓过神来，里昂哈德突然凑了过来，他温柔地叫着她的名字，语气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压力。他提醒埃琳娜，刚才可是亲口答应过要努力的，现在想反悔已经太晚了。看着他那副志在必得的笑容，埃琳娜知道自己这回是真的被彻底套牢了。坏了，埃琳娜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她扯着嗓子大喊，要把刚才答应的话全部收回。埃琳娜这下算是彻底看清了，什么温柔体贴，全都是骗人的套路。这个男人骨子里果然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个彻头彻尾的暴君。在这个只看实力的皇室家族，从来没有什么温情可言。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家宴，结果莉迪亚第一个坐不住了，她当众表态，这门婚事她死也不会同意，尤其是要娶的对象还是个出了名的恶女，当着全家人的面被这么羞辱，埃琳娜接下来的日子怕是难过了。这位刚回来的大姐身份可不简单，她是里昂哈德的亲姐姐，邻国的王后，一开口就给弟弟扣大帽子，说他非要娶个恶女，简直是在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。里昂哈德根本不惯着他，直接让他管好自己的家事，别在这儿指手画脚。眼看气氛都要结冰了，里昂哈德却突然笑出了声，既然你们都觉得他不行，那干脆就让埃琳娜直接掌权，这下好戏才真正要开始了。里昂哈德这回真是放了大招，他竟然要让埃琳娜亲自操办自己的出道舞会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种规模的顶级盛宴，向来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主持，这哪里是办舞会，分明是把埃琳娜架在火上烤，一旦出错就是万丈深渊。里昂哈德却根本不在乎，他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眼光。大姐莉迪亚气得当场拍桌子，警告他如果搞砸了，连太子的位子都保不住。可这场豪赌，里昂哈德已经压上了全部。莉迪亚直接当众放狠话，他要亲眼看看埃琳娜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埃琳娜这下彻底懵了，自己压根还没答应，怎么就被强行推到了台前？这简直是赶鸭子上架，让他一个重度社恐去办派对，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。里昂哈德绝对是故意的，这种缺德主意，除了恶魔，谁能干得出来？现在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，面对这一堆烂摊子，他到底该怎么办？埃琳娜现在只想当个普通人，这样就不用被大家误会，更不用每天活得这么累了。他本想找女仆们帮忙，可大家一见到他就躲着走，根本没人敢听他说话。就在这时，女仆长带着人进来了，这可是宫里最有分量的人。埃琳娜突然开了窍，只要能搞定这位女仆长，其他人自然也就不敢再怕她了。看来真正的突破口就在眼前。既然嘴笨说不明白，埃琳娜决定直接上手，用行动来证明自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仆长推开门，直接傻眼了，堂堂皇太子妃竟然在那儿拿着扫帚扫地，这下整个后厨都乱套了。大家哪见过这场面，一个个连话都说不利索。这就是埃琳内的秘密计划，通过帮大家干活来套近乎，彻底搞定这群女仆。只要能和他们打成一片，接下来的舞会就绝对没问题了。埃琳内的交友大计正式开始了，她觉得只要表现得勤快点，大家肯定会愿意帮她办派对。又是下厨又是晾衣服，她忙得不亦乐乎，觉得自己这招简直绝了。终于有人主动跟她搭话了，埃琳娜心里乐开了花，觉得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。结果女仆长直接吓得要谢罪，她以为皇太子妃亲自干活是因为嫌弃他们伙儿干得不好，这下麻烦了，好好的交友计划怎么又变成职场危机了？这下误会彻底闹大了。女仆长居然以为埃琳娜亲自干活是要裁员，吓得赶紧求她别抢大家的饭碗。
艾琳娜急得不行，可越是想解释，嗓子就越像被堵住了一样，一个字都蹦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小女仆站了出来，她说刚才皇太子妃还帮她晾衣服，绝对不是要赶走大家。虽然有人帮着说话，但大家心里还是犯嘀咕，堂堂皇太子妃干嘛非要跑来干粗活？没人能想到真相其实特别简单，她只是单纯害怕跟人说话，是个重度社恐啊。艾琳娜心里清楚，如果不把话说开，这辈子都没法和大家交心了。她拼命回想小时候的练习，告诉自己要冷静，一定要慢慢说出来。她结结巴巴地开口，说自己只是想和大家搞好关系，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。女仆长看着她那双干活干到粗糙的手，心里全明白了，原来这位高冷的殿下是真的在用心对待他们。艾琳娜终于豁出去了，大声请求大家帮她筹备舞会。这下女仆们全被感动了，赶紧低头认错。看来这波真诚输出总算是把局面给稳住了。女仆长主动握住了艾琳娜的手，这一刻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破冰了。大家拍着胸脯保证，筹备舞会的事尽管交给他们。艾琳娜这下总算放心了，看着大家打成一片的样子，她知道之前的辛苦全都没白费。可谁也没注意到，皇太子里昂哈德正站在远处的露台上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身边的亨泽尔都懵了，堂堂皇太子怎么跑这儿来看人晾衣服了？里昂哈德倒是淡定得很，他说他在看皇太子妃帮大家干活呢。看来艾琳娜的这些改变已经引起这位暴君的注意了。亨泽尔这脑筋还没转过弯来，在他心里，艾琳娜还是那个名声不好的恶女。可里昂哈德直接一句话对了回去，说你根本不懂她的魅力。亨泽尔还是不放心，万一这事儿办砸了，后果谁来承担？可里昂哈德语气特别坚定，他说他绝对不会搞砸。看着皇太子脸上那种从未有过的笑容，亨泽尔彻底愣住了，这还是那个冷酷的暴君吗？看来这位护妻狂魔已经上线，谁也拦不住了。里昂哈德突然吩咐亨泽尔，让他赶紧准备一下，现在就要出门。亨泽尔整个人都听傻了，忍不住大声质问，难道这事儿比工作还重要吗？结果里昂哈德理直气壮地说，那是当然，这可是为了他的妻子。莉迪亚这刚一露面，心里就开始盘算乐，觉得这场面还算过得去。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这宫里的气氛不太对劲，连女仆看着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就在他纳闷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招呼，回头一看，这下谁都没反应过来。艾琳娜这一身打扮，简直要把全场的目光都吸走了。她主动走上前说，感谢莉迪亚今天能赏脸过来，看来这场宴会真正的重头戏才要开始。莉迪亚一眼就盯上了艾琳娜的鞋，阴阳怪气地说，这鞋挑的可真有眼光。艾琳娜小声解释说，这是殿下特意送给她的。这话一出，莉迪亚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她冷哼一声提醒道，光把外表弄漂亮没用，内在要是跟不上，迟早要露馅。莉迪亚扭头离开，临走前还不忘丢下一句，他会盯着艾琳娜，看这出戏到底怎么演下去。这时候周围的议论声就没停过，大家都盯着这位恶女看，觉得她站在殿下身边，居然还敢摆出一副臭脸。可谁能想到，艾琳娜表面冷冰冰的，心里其实早就炸开了锅，紧张的快要疯掉了。别看艾琳娜表面稳如泰山，其实心里早就崩了。虽然她舞跳得不错，但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，简直是要了她的命。为了能顺利过关，他甚至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特训，还不停给自己洗脑，把周围的人全看成大萝卜大南瓜，觉得这样就能不紧张了。可真到了上场的时候，里昂哈德一牵他的手，脑子里那些蔬菜全乱套了，一个没留神，直接一脚踩在了皇太子脚上。这下艾琳娜彻底慌了，赶紧开口道歉。没想到里昂哈德根本没生气，反而一把将她搂进怀里。他盯着艾琳娜说，别管别人，现在你的眼里只能有我，只要开心就好。里昂哈德这番话简直就是一颗定心丸。艾琳娜轻声回应着，整个人终于放松了下来。她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只要有他在身边，好像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这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畏手畏脚的影子，而是彻底豁出去了，在舞池中央散发出惊人的光芒。这一舞跳得行云流水，连一直想看笑话的莉迪亚这下也挑不出毛病了，只能在心里暗暗感叹，这表现确实还不赖。一曲终了，全场响起了掌声。艾琳娜优雅地行了个礼，说，非常感谢殿下的陪伴，看来这一局她是真的赢漂亮了。就在大家还沉浸在刚才那一舞时，现场突然传出一声尖叫，紧接着就是一阵难听的叫骂声。科尼利厄斯子爵喝得醉醺醺的，当众撒起了酒疯，甚至指桑骂槐的大喊，说殿下选艾琳娜当王妃简直是瞎了眼。这下全场都炸了，莉迪亚更是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明明记得已经把这个酒鬼从名单里踢出去了，怎么人还是混进来了？周围的宾客开始指指点点，觉得艾琳娜简直是疯了，在陛下出席的宴会上，居然把这种货色请过来丢人现眼，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故意的。艾琳娜站在人群中央，心里也是乱成一团。她明明仔细核对过黑名单，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岔子？看来这次的黑锅，她是必须得被下了。这科尼利厄斯真是喝高了，居然敢当众管皇太子叫位，还叫嚣着让人家过去给他个交代，这简直是在玩火。里昂哈德可没打算废话，眼神瞬间冷到了极点，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，眼看这宴会就要见血了。莉迪亚吓得魂都没了，想拦却根本来不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个身影突然挡在了前面，谁也没想到艾琳娜竟然直接冲了出去，死死护在里昂哈德身前，连科尼利厄斯都看傻了。他在心里不停给自己打气，既然这麻烦是冲着他来的，那他就必须亲手把这局势给平了。艾琳娜本来还想客气一下，劝科尼利厄斯子爵收敛点，结果
这酒鬼根本不买账，还在这儿装聋作哑。这下埃琳娜是真的急了，为了保住这场宴会，她干脆豁出去了，指着对方的鼻子就开始训话，说他简直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对皇太子这么无礼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埃琳娜整个人气场全开，那样子简直要把人给生吞了。她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，让他立刻滚出宴会厅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科尼利厄斯，这下环都快吓飞了，连滚带爬的逃出了现场。虽然把人给吓跑了，但埃琳娜心里其实也在后怕。刚才那一下，连她自己都被吓得不轻。看来为了当好这个家，她是真的拼了。全场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。谁能想到，埃琳娜刚才那一通发飙，竟然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，连里昂哈德都忍不住露出了笑意。看来这一局她是真的赢漂亮了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一直挑剔的莉迪亚竟然主动走了过来，她破天荒地夸了一句：“干得漂亮。”莉迪亚认真地说：“这才是皇太子妃该有的样子。这次就算你过关了。”最后他还别扭地补了一句：“谢谢你刚才愿意为了我哥哥出头。”听到这番话，埃琳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开始有回报了。埃琳娜这下算是看透了，原来莉迪亚平时表现得那么凶，纯粹是因为太护着她哥哥了，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凶控。还没等埃琳娜反应过来，莉迪亚就直接拉起她的手，说还没跟所有人打完招呼呢，这架势是要亲自带她去社交。看着莉迪亚在前面带节奏，埃琳娜只能乖乖跟着，虽然有点手忙脚乱，但心里却觉得踏实了不少。之前他一直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哪一步走错了，会把这场重要的宴会搞砸。但看着现在宾客们尽兴的样子，他终于可以确定这场仗他是彻底打赢了。看着宴会圆满结束，埃琳娜总算能松口气了，一个人躲在露台上，心里全是满满的成就感。结果这酒还没喝两口，里昂哈德就突然出现了。他悄无声息地走到身边，轻声问他是不是累了。埃琳娜吓了一跳，赶紧摆手说自己没事，还说只要宴会能办好，再辛苦也值得。他觉得现在的状态好极了，连身上的疲惫都消失了。可里昂哈德却盯着他，冷不丁地回了一句不对。里昂哈德这次是真的温柔，他告诉艾琳娜，今天的成功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，他完全有资格为此感到自豪。结果帅不过3秒，这家伙就开始不正经了，他居然拿刚才艾琳娜那副架势开玩笑，说自己当时一直捏着把汗，就怕莉迪亚当场翻脸。艾琳娜这下可不乐意了，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那点成就感全被他给搅和没了。他扭头就要走，打算先回房间休息，谁知道刚转身，手腕就被一把拽住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里昂哈德堵在了墙角。这气氛瞬间就不对了，他到底还想干什么？里昂哈德这下是动真格的了，他一边捏着艾琳娜的下巴，一边低声说要跟他做点夫妻之间该做的事。艾琳娜整个人都懵了，看着他这副反常的样子，忍不住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宴会上喝多了，现在正耍酒疯呢。结果里昂哈德笑的那叫一个妖孽，他直接否认了喝醉的说法，还顺势搂住了艾琳娜的腰。既然现在的身份已经被所有人认可，那有些事确实也该提上日程了。看着他越靠越近，这下艾琳娜是真的无处可逃了。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艾琳娜这才意识到他根本没打算放手。谁能想到光顾着怎么活下去，艾琳娜竟然把这件大事给忘了，这可是新婚之夜。看着眼前的里昂哈德，他才反应过来，两人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夫妻。里昂哈德倒是淡定，随手递过来一杯酒，问是不喜欢喝酒吗？他赶紧接过来一饮而尽。虽然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满分，但真到了实战环节，脑子里简直一片空白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在这种时候掉链子，这可是最关键的第一碗，节奏实在是太快了，脑子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里昂哈德已经逼到了眼前。他低声叫着他的名字，直接把人按在了花丛里，笑着调侃说：“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”这下是真的躲不掉了。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实战吗？接下来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就在这气氛最暧昧的时候，艾琳娜以为初吻就要没了，结果里昂哈德突然停下，笑着说：“刚才只是开个玩笑。”这一下直接把他整不会了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感觉灵魂都要出窍了。哪有这种时候开玩笑的？看着他这副样子，里昂哈德倒是见好就收，直接把他横抱起来说：“先好好休息吧，咱们慢慢来。这一晚上的大起大落，谁受得了啊？接下来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了。”里昂哈德轻声说：“今晚就到这里吧。”这一句话总算给这紧绷的一夜话上了句号。虽然昨晚的宴会很成功，但真正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大臣们还在严肃的开会，艾琳娜整个人却已经不好了。她现在满脑子只有3个字：完蛋了！好好的新婚之夜，竟然就这么被他亲手搞砸了。这种低级失误，在皇室里可能都要掉脑袋。一想到接下来的后果，他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艾琳娜还没从昨晚的失误里缓过劲，觉得自己简直把一切都搞砸了。可现实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麻烦事直接找上了门。大臣们正对着南方的旱灾发愁，里昂哈德也表态要尽快救灾。结果话锋一转，大家竟然都想听听他的高见。这下火烧眉毛了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能在心里拼命催促自己开口，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他硬着头皮提议说，既然南方矿产丰富，不如把重点放在开发矿业上，这一招能不能瞒天过海，就看这帮老狐狸买不买账了。大臣们根本不买账，直言南方产量一直在掉，根本没预算搞什么宝石贸易。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。
就在埃琳娜尴尬的要命时，里昂哈德直接拿过他手里的纸，淡定地说：“接下来的交给我吧，咱们可以利用去年发现的温泉。”这一波救场简直完美，可埃琳娜心里却更难受了。她发现自己对政务一窍不通，这种挫败感让她整个人都要碎了。结果呢，她竟然直接石化成了灰。里昂哈德看着地上的那一滩，还开玩笑说她变成灰了。莉迪亚甚至还拿水壶去浇。这下好了，皇太子妃的尊严算是彻底碎了一地。埃琳娜现在只想原地消失，甚至想让人把她的骨灰直接撒进大海。毕竟没有皇室支持的她，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废柴。贝里可不打算让她继续摆烂，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既然什么都不会，那就来一场魔鬼特训吧。从针线活到政务处理，统统都要从头学起。刚好最近有一场茶会，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考场。能不能拿下那帮挑剔的贵妇，就看这次特训的结果了。里昂哈德一脸不可置信，问贝里是不是真要带他去那个茶会。结果贝里回答的干脆利落，没错，就是要去。这位贝里可是社交界的顶级大佬，只要能得到他的认可，整个帝国的风向都会跟着变。但这茶会哪是喝茶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个不吐骨头的战场。有人去了一次就大病一场，直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莉迪亚现在斗志昂扬，宣布要亲自开启魔鬼特训，要把艾琳娜彻底改造。这下可把艾琳娜吓坏了，直接钻到桌子底下不肯出来。里昂哈德都看傻了，这特训还没开始呢，人就先彻底怂了。光是想到那个茶会，艾琳娜就已经彻底瘫了。莉迪亚一边把她往外拽，一边吐槽她还没开始就怂成这样，这还没上战场呢，心态先崩了。就在这时，里昂哈德蹲下身子，笑着说可以帮他一把，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作为交换，他得欠他一个人情。看他那副表情，准没好事。莉迪亚轻咳一声，说自己当年也经历过这种魔鬼训练，虽然过程确实很痛苦，但正是那段日子成就了现在的他。连这么完美的莉迪亚，当初也是硬扛过来的。这让艾琳娜终于意识到，想要变强，就要先从桌子底下爬出来。看着眼前的莉迪亚，艾琳娜心里很清楚，想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，光靠躲着是没用的。虽然那个茶会听起来像地狱，虽然心里还是怕得要命，但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就绝对没有退缩的理由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他已经做好了觉悟，要彻底改变自己。他大声对莉迪亚说：“请开始科训吧，我要成为真正的皇太子妃。”这一下，好戏才要真正开场了。莉迪亚直接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严厉，一旦开始就绝对不会手软。艾琳娜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不管多难都答应，要坚持到底。结果对方直接甩出一张清单，让他选一个训练等级，从入门到地狱级应有尽有。看着最后那个红色的选项，艾琳娜心里有点犯嘀咕，这地狱级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莉迪亚给出的解释很简单，所谓的地狱级就是从早到晚，他整个人都得归莉迪亚管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莉迪亚管这叫地狱，但在艾琳娜的迷妹滤镜下，能跟偶像待上一整天，这简直就是天堂。反正也没时间慢慢磨蹭了，他直接指着地狱模式，选了难度最高的那一个。莉迪亚最后确认了一遍，真的不后悔吗？艾琳娜一口答应，不管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。结果第二天凌晨4点，真正的地狱就准时敲门了。这豪言壮语还没凉透，苦日子就彻底开始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一大早守在床边的，居然不是严厉的导师，而是这位美丽的暴君。里昂哈德凑得极近，语气里全是调侃，问他打算睡到什么时候。艾琳娜这下彻底懵了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里昂哈德又补了一句：“他的新娘特训现在已经开始了。”看来这所谓的地狱模式，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刺激。刚才发生的事，到现在都挥之不去，这下他是彻底乱了阵脚。里昂哈德那个家伙，明明是个危险的暴君，刚才却靠得那么近，简直让人招架不住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被里昂哈德牵着鼻子走。这一步迈出去，本以为能躲个清净，结果前面竟然还有人在等着他。莉迪亚拿着折扇，眼神里全是审视，看来这次他是来者不善。艾琳娜也是豁出去了，当场表态要拼尽全力，可她还是太天真了。莉迪亚根本没打算客气，直接转身带路，这架势明显是要动真格的。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，所谓的皇太子妃特训绝对会让她终生难忘。第一关就是文化修养，莉迪亚直接甩出一长串清单，钢琴、刺绣、插花、舞蹈，这哪是特训，简直是要把人往死里整。莉迪亚还放下了狠话，只要有一项没达标，艾琳娜就绝对不准睡觉，甚至做好了让她熬3天的准备。这位魔鬼教练正得意呢，觉得这下肯定能把人难住，结果才过了几个小时，局面就彻底失控了。看着满屋子已经完成的作品，莉迪亚当场直接傻眼，这速度简直不是人类能办到的。谁能想到艾琳娜这种重度社恐，一旦进入专注模式，爆发出的战斗力竟然这么恐怖。莉迪亚本来还想找点茬，结果连最复杂的刺绣都找不出半点毛病。艾琳娜紧接着就开始弹琴，这节奏快得让人根本接不住。琴声一响，莉迪亚整个人都听愣了，不仅音色完美，竟然还是全程托谱盲弹，这哪里是来受训的，这简直是天才在现场表演。莉迪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既然这些都难不倒他，那就直接上终极难度。看着这一大堆像小山一样的书，普通人看一眼都要晕过去。3天时间要背完整个帝国的历史，这要求简直离谱到了极点。莉迪亚这次是动真格的，直接开启了所谓的记忆地狱，打算让艾琳娜没日没夜的背书，这摆明了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。
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整个城堡的人都傻眼了，看着桌上那一叠叠整齐的卷宗，莉迪亚甚至怀疑自己在做梦。仅仅一个晚上，艾琳娜竟然一字不差的全背下来了，连里昂哈德都忍不住感叹，这种量就算是天才也得花上1周。莉迪亚心里更不是滋味，毕竟当年她自己都用了5天。谁能想到这种离谱的效率，竟然是因为艾琳娜那点社恐的小习惯。只要是一个人待着，她的专注力就直接拉满。这下连里昂哈德都露出了笑意，这波下马威彻底变成了他的个人秀。莉迪亚这下没话说了，只能承认艾琳娜确实厉害。第一阶段的特训算是让她顺利通关了，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，更离谱的任务就砸了过来。这次竟然要跟那帮难缠的贵族当面辩论复杂的贸易政策，这对一个重度社恐来说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光是脑补一下那个场面，艾琳娜就感觉整个人都要罢工了。莉迪亚可没打算给他留面子，直接大声呵斥让他清醒一点。毕竟身为未来的皇太子妃，社交辞令可是最基本的保命技能。看来接下来的日子只会比之前更加难熬。贵族们已经全员到齐，里昂哈德在旁边提醒艾琳娜，虽然表面淡定，觉得自己资料背得滚瓜烂熟，肯定能应付接下来的场面，结果还没等进门，他突然猛地站了起来，丢下一句马上回来，就直接冲出了房间，留下里昂哈德在原地发愣。躲在门后的走廊里，艾琳娜开始疯狂练习开场白，到底是聊关税减免还是聊食品进出口，她越练越觉得哪里都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路过的贵族突然打了个冷战，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，甚至怀疑这城堡里是不是闹鬼。谁能想到所谓的幽灵其实是正在崩溃边缘疯狂碎碎念的皇太子妃。这下误会可闹大了。几个贵族正打算赶紧开溜，觉得这走廊里阴森森的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结果还没走2步就被艾琳娜给拦住了。他本来是想找人练社交辞令，好完成莉迪亚的任务，可他这副拼命练习后的表情，在别人眼里简直像要吃人。他刚开口问能不能聊聊，对面的贵族直接当场僵住。这一声惨叫响彻走廊，贵族们连滚带爬的逃命，嘴里还喊着怪物出现了，留下艾琳娜一个人在原地凌乱。艾琳娜在走廊里疯狂追人，嘴里还喊着让人家别跑，这架势哪像是要聊天，简直就像是在索命。贵族被吓得魂都没了，一边狂奔一边大喊恶灵退散。好不容易被艾琳娜一把抓住，结果他一开口就是怪物关税，配合他那副阴森森的表情，对方差点被当场吓尿。等看清这是皇太子妃本人，贵族们跑得比刚才还要快。这下可好，不仅没练成社交辞令，还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砸了。艾琳娜站在原地怀疑人生，看来这地狱模式的社交真的不是一般人能玩转的。艾琳娜现在彻底乱了阵脚，脑子里全是乱码，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开口，更不明白里昂哈德为什么会在这，压力实在太大，他这小身板根本扛不住，结果当场喷出2道鼻血，他整个人直接仰面栽倒。等他再次惊醒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，还没等他回过神，耳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里昂哈德正坐在床边看书，语气平淡的说他终于醒了。艾琳娜这下更猛了，这男人怎么守在自己床头？艾琳娜现在只想失忆，刚才在走廊里吓跑贵族，接着又当众喷鼻血晕倒，这简直是教科书级的社死现场。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，是不是里昂哈德把他抱回来的？里昂哈德头也不抬地承认了。这下他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尴尬的事情还没完，他突然发现里昂哈德换了衣服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刚才那2道鼻血？里昂哈德淡定地补了一句，说之前的衣服全被弄湿了。艾琳娜听完直接崩溃尖叫，她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，不仅任务彻底搞砸，还把里昂哈德的衣服给毁了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艾琳娜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，趴在床上疯狂道歉，甚至说要杀要剐随他的便，只要能让他补偿就行。谁知道这话正中里昂哈德下怀，他嘴角微微一勾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要按我的规矩来。他伸手捏住艾琳娜的下巴，语气里满是不容拒绝的霸道，明天一整天你都得乖乖待在我身边，这哪是惩罚呀，这分明是明目张胆的约会邀请。看来明天的日子怕是比今天还要难熬。里昂哈德一开口，明天的时间就被他强行预定了。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谁也猜不透。结果绕了半天，竟然把人带到了骑士训练场。看着眼前这严肃的阵仗，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。里昂哈德倒是表现得理所当然，他说当丈夫的介绍一下妻子，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这下全场都安静了，这哪是简单的介绍，这分明是在所有人面前明晃晃的宣誓主权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还没等艾琳娜反应过来，局面就已经彻底失控。骑士们本来就觉得里昂哈德够吓人了，结果这位暴君直接丢下一枚炸弹，当众宣布了艾琳娜的身份。艾琳娜本来只是想客气的打个招呼，可谁能想到这招呼一出口，整个训练场的气压瞬间低到了极点。骑士们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位皇太子妃恐怕比暴君还要难对付，以后的日子是彻底没法过了。这气氛确实有点诡异，刚才那个招呼打得一塌糊涂，艾琳娜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里昂哈德倒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直接宣布训练开始。看着场上刀光剑影，艾琳娜坐在旁边越看越入神，不得不承认这家伙认真起来的样子确实帅得有点过分了。就在他看得出神的时候，里昂哈德突然停下动作，转过头叫了他的名字，说接下来的项目是所谓的新娘训练。这下轮到艾琳娜懵了，在满是壮汉的训练场搞新娘训练，这暴君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
还没等埃琳娜反应过来，手里就被塞了一把沉甸甸的长剑。紧接着，里昂哈德竟然直接拔剑刺了过来，这哪是训练，这分明是玩真的。埃琳娜吓得赶紧喊停，哪有新娘修行是要练剑的？可里昂哈德却一脸理所当然，说当他的妻子，这就是必修课，这逻辑简直让人没法接话。旁边的骑士们都看呆了，觉得殿下对自己的妻子也太严厉了。只有亨泽尔看出了真相，这哪是在训练啊？这家伙分明是乐在其中，纯粹是想看埃琳娜惊慌失措的样子。随着一声清脆的撞击，埃琳娜根本招架不住，直接狼狈的摔倒在地。里昂哈德这才慢悠悠的收起剑，一副点到为止的模样，轻飘飘的说了句到此为止。这下埃琳娜是彻底气炸了，明明是她在单方面戏弄人，现在居然还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。她再也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，指着眼前的男人大骂，说他就是个没人性的变态暴君。这下全场都安静了，敢当众这么骂里昂哈德的，他恐怕是头一个。全场的人都看懵了，当众辱骂里昂哈德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，就算他是皇太子妃，恐怕这次也难逃一死。可谁能想到，里昂哈德不仅没发火，反而笑得一脸灿烂。他说他很中意这个评价，变态暴君，听起来正合他意。这下连旁边的骑士都傻眼了，殿下居然在笑。里昂哈德主动伸出手，甚至还夸他声音好听。埃琳娜彻底愣在原地，这男人的脑回路简直让人捉摸不透。这下埃琳娜成了全场的偶像，骑士们全都围了上来，大家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居然能把那个恐怖的殿下给治得服服帖帖。大家甚至求他天天来训练。埃琳娜一边摆手一边抱怨，说自己只是被那家伙拽过来的。可说着说着，他突然愣住了，自己居然在跟人正常聊天。以前总觉得只要有知识就行，结果每次都因为太紧绷，根本没法像现在这样和人打成一片。难道说那家伙故意折腾这一出，其实是为了让他放松下来？看着远处那个沉默的身影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良苦用心。以前那些古板的贵族总是被埃琳娜搞得无所适从，但现在他终于开窍了，比起那些死板的礼仪，学会放松才是真正的社交王道。他一路小跑来到里昂哈德面前，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。他说多亏了殿下的提醒，自己才意识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。这句谢谢说的那是相当真心。可里昂哈德的关注点完全跑偏了，看到一群大老爷们围着埃琳娜，他那股护食的劲头瞬间上头，二话不说就把那几个骑士给拎开了，冷着脸让他们赶紧滚去训练。旁边的骑士还在不怕死地嘀咕说殿下这绝对是吃醋了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里昂哈德那杀人的眼神就扫了过来，看来这暴君的促进，谁要是敢随便乱接话，那是真的会没命的。骑士们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虽然里昂哈德脸上挂着笑，但谁都能看出来，这绝对是吃醋到了极点。这种笑里藏刀的模样，谁敢多说一个字就是找死。画面一转，埃琳娜已经回到了会议室，她记住了刚才的教训，努力让自己保持放松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死板的讲道理。结果效果出奇的好，那些平时最难搞的贵族竟然被他轻松拿捏，不仅讨论进行得非常圆满，甚至还主动约了第二次见面。看来学会放松之后，埃琳娜的事业运简直像是开了挂一样。谁能想到里昂哈德居然背着埃琳娜偷偷给贝里夫人写了信，而且回信这么快就到了，这波助攻简直让人猝不及防。埃琳娜这下是真的懵了，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他完全不知道的？还没等他把事情理清楚，局面就彻底失控了。里昂哈德突然伸手一拽，直接把他拉到了怀里，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里昂哈德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得寸进尺，他不仅把埃琳娜死死锁在怀里，还故意凑到她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既然你这么惊讶，那这封信就由我来读给你听吧。”里昂哈德凑在耳边低语：“你寄来的那封信，我可是每一个字都看进去了。”这下他彻底乱了阵脚，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，就等着看他出丑呢。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，恶女的名头要是被坐实，以后就真的没退路了。接下来的这场茶会就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输。里昂哈德突然松口，打算送他一个顺水人情，说京郊有个皇家果园，那里的金苹果可是那位夫人的心头好，因为那是他最崇拜的人留下的。这简直是雪中送炭，只要能投其所好，茶会上的局势就能彻底反转。埃琳那一刻也不敢耽误，拿上情报转身就走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里昂哈德露出一丝玩味的笑。接下来的戏只会越来越精彩。费迪南德连正眼都没瞧他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说这里一颗苹果都没有，任凭埃琳娜在后面怎么喊，对方根本不买账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这下彻底吃了个闭门羹。也是，谁会把这种宝贝卖给一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？但要是拿不到这颗金苹果，接下来的茶会可就彻底没戏了。为了搞定那场茶会，他必须让这个固执的男人松口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一棵病恹恹的树。费迪南德看他还没走，语气里满是无奈。原来这棵树是他的心头肉，不管怎么照顾，就是不见好转。这不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吗？只要能解决这个难题，不仅能赢得对方的信任，金苹果的事也就稳了。埃琳娜直接抛出对赌协议，说这棵树交给他来救，只要能救活，就要拿金苹果来换。费迪南德压根不信，觉得这小姐就是在说大话，反正也没别的办法，干脆让他试试看。在他眼里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自己放弃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埃琳娜这次是动了真格，他一遍又一遍地跑回果园，又是查土壤，又是抓虫子，这种不要命的劲头让所有人都看傻了。难道这棵死树真的还有救吗？
大半夜的，费迪南德发现埃琳娜居然还在果园里连轴转。为了救活这棵树，他真是连觉都不睡了。他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，但需要带人进来帮忙。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费迪南德终于松口答应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批人马直接开进了果园。这大阵仗确实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原来问题的关键全在这些不起眼的石头上，能不能拿到金苹果，就看这最后一搏了。埃琳娜在果园里指挥若定，完全没有半点娇生惯养的样子。费迪南德在远处默默看着，心里对这位皇太子非有了新看法。就在这时，里昂哈德也跑来凑热闹，一脸骄傲地夸自己妻子厉害。费迪南德这才明白，原来那些骑士都是他派来的。不过里昂哈德可没打算揽功，直说这全是埃琳娜的主意，他只是负责出人，顺便过来给妻子撑个场面。骑士们看他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大着胆子请他帮个忙。结果这位爷倒好，说要近距离欣赏大家干活的采样。玩笑归玩笑，埃琳娜可是真的在卖力气。看着他亲自搬运沉重的石头，费迪南德终于意识到，他是真的想救活这棵树。这个一直被误解的女人，似乎和传闻中完全不一样。费迪南德心里的成见终于彻底动摇了。几个小时的忙活没白费，埃琳娜带着大家大喊成功，这棵快要枯死的树终于迎来了转机。原来问题的根源不在树，而是地基发生了轻微下沉，导致这一块的排水彻底瘫痪。树根长期泡在水里，难怪会出问题。费迪南德听完沉默了，他觉得自己管了这么多年果园，竟然连这种变化都没发现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。埃琳娜赶紧出言安慰，说这根本不是他的错，是因为附近最近有大型挖掘工程，才导致了这片土地的意外沉降。这种隐蔽的外部因素，换谁来都很难察觉。埃琳娜指着地图继续解释，说这种外部干扰确实很难察觉，她还特别会说话，把功劳全推给了费迪南德和骑士们，这情商真是给足了对方台阶。看着眼前这个为勒救树弄得满身泥土的皇太子妃，费迪南德终于彻底服气了。他承认是自己之前格局太小，并郑重地向他道了谢。就在这时，费迪南德递过来一个篮子，里面装的竟然就是传说中的金苹果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埃琳娜完全没反应过来。费迪南德不仅送了金苹果，还把压箱底的茶叶配方也交给了他，这可是他夫人生前最喜欢的搭配。这份难得的信任让埃琳娜非常感动，看着老人家真诚的祝福，埃琳娜大声保证一定会让这次茶会圆满成功，毕竟这不只是为了任务，更是为了不辜负这份心意。转眼间，埃琳娜已经回到了宫里，她亲手做了一份金苹果派，第一个就拿给里昂哈德试吃。这位爷一边吐槽他胆子大，一边还是乖乖拿起了叉子，看着他把派送进嘴里。埃琳娜在旁边等着结果，这可是决定茶会成败的关键一刻，到底味道怎么样呢？味道到底怎么样？里昂哈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这下埃琳娜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但她心里还是有点打鼓，毕竟那位贝里夫人出了名的难搞，万一对方还是不肯点头，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里昂哈德倒是挺淡定，他甚至开玩笑说已经把明天的行程全推了，就怕他万一搞砸了，好有时间躲在房间里哭。这话一出，埃琳娜可不干了，哪有这么咒自家媳妇的？这还没开始呢，怎么就断定他会失败？结果他突然凑近，语气也变得认真起来。毕竟为了这一天，他确实已经够拼的了。有了里昂哈德的这份认可，埃琳娜总算有了底气。毕竟现在全帝国最有权势的人都在背后为他撑腰。他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去吧，属于埃琳娜的战场现在正式开启了。”这就是社交界的顶级大佬贝里夫人。看到埃琳娜亲自登门，她开口第一句话就火药味十足，明面上夸她有胆量，实际上是在讽刺她脸皮够厚。这下局面尴尬了，但埃琳娜没打算退缩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就必须拿下这个女人的支持。被这么多名门贵妇盯着，埃琳娜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她赶紧拿出准备好的苹果派，想靠送礼打破这尴尬的局面。可礼物还没送出去，莉迪亚就当众翻起了旧账。她质问埃琳娜为什么要邀请被禁足的科尼利厄斯参加舞会，甚至把这上升到了挑衅皇室的高度。这一个大帽子扣下来，直接让埃琳娜下不来台。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，莉迪亚却突然话锋一转，贝里夫人一开口，整个茶会的空气都凝固了。她直接无视了旁人，摆明了是要给埃琳娜一个下马威。面对这种顶级大佬的压迫感，埃琳娜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。为了不连累身边的莉迪亚，她干脆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这一招以退为进，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整懵了，局面彻底反转了。埃琳娜拼命想解释，可越急就越容易出错。这种高端社交场合，她确实是第一次应付，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，一个没稳住，整杯茶直接泼在了贝里夫人身上。这下彻底闯了大祸。贝里夫人一句话都没多说，起身直接宣布聚会结束。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这下恐怕要直接凉了。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，埃琳娜差点心态崩了。难道之前的努力全都要打水漂吗？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，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冷静。她强迫自己稳住心神，在最后关头追了上去，硬着头皮再次开口道歉。这一步如果走错了，那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埃琳娜干脆直接摊牌，她今天来就是为了得到贝里夫人的认可，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，她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，只要尝一口这个苹果派，一切真相大白。空气瞬间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在等贝里夫人的态度。没想到她竟然真的答应试一试，这一口下去，到底是翻盘还是彻底出局，全看夫人的心情了。这一口下去，贝里夫人直接愣住了，这味道
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金苹果。埃琳娜趁热打铁，又递上一杯特制的秋季茶，这可是皇室珍藏的顶级货。这下全场彻底炸开了锅，苹果的清甜配上茶的醇厚，简直像是在舌尖上开狂欢会。贝里夫人显然没料到，在这种地方竟然能尝到这种顶级的搭配。她放下茶杯，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，这种只有皇室才知道的秘方，埃琳娜到底是从哪学来的？传说中的金苹果曾经平息了一场大战，在埃琳娜眼里，贝里夫人就是社交界的定海神针。可贝里夫人并不好糊弄，谁都知道那果园主人是个怪人，绝不可能轻易把宝贝送人。埃琳娜实话实说，为了拿到这些苹果，她每天都去果园帮忙，直到帮对方解决了大麻烦。贝里夫人完全想不通，堂堂皇太子妃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？埃琳娜低声说：“现在的她只会给皇室和殿下拖后腿，如果不做出改变，她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。”埃琳娜终于说出了真心话，她不想再当一个花瓶，而是想成为真正能帮上忙的人。而这一切的第一步，就是得到贝里夫人的认可，这也是她拼命训练的唯一理由。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她都不想放弃。她直视着夫人的眼睛问：“您愿意承认我这个皇太子妃吗？”看着眼前这个真诚的女孩，贝里夫人沉默了。她觉得自己真是老糊涂了，竟然被那些流言蜚语遮住了眼。她放下身段，轻声感叹了一句：“看来我真的彻底误会你了。”贝里夫人站起身，郑重地许下了承诺，只要皇太子妃以后遇到困难，她一定会倾尽全力帮忙。这可是社交界大佬的亲口承诺，等于给了埃琳娜一个顶级护身符。埃琳娜大声答应着，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。莉迪亚也在一旁露出了笑容，她正式宣布埃琳娜的新娘训练从今天起圆满结业。两人兴奋地击掌庆祝，埃琳娜这下彻底稳了，还好自己当初坚持了下来。贝里夫人开玩笑说，本来是想来看埃琳娜哭鼻子的，没想到这姑娘居然真的成功了。就在这时，里昂哈德竟然亲自来接她了，这排场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他礼貌地向夫人道谢，感谢他这段时间对妻子的照顾。贝里夫人也是个爽快人，直接送了一份大手笔的贺礼，邀请两人去他的别墅度假，就当是补给他们的蜜月旅行。里昂哈德听了非常满意，觉得这个提议简直太及时了。埃琳娜却有点犹豫，殿下平时忙得脚不沾地，真的能抽出空去度假吗？里昂哈德根本没心思管公事，他温柔地叫着埃琳娜的名字，伸手抚过她的发丝。这一刻，他的眼里只有他一个人。里昂哈德这下可不打算放人了，他凑到埃琳娜耳边低声抱怨，说自己这段时间受尽了冷落。他轻轻撩起她的长发，眼神里全是势在必得。等了这么久，总算让他带到了机会。他一把将埃琳娜搂进怀里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霸道。既然训练已经圆满结束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该全部属于他一个人了。就在回程的马车上，贝里夫人突然提议要送给两人一份新婚大礼，去他的私人别墅度蜜月。这一听正合里昂哈德的心意，他笑着说，那样就能整天待在一起了，没日没夜的那种。可这话听在埃琳娜耳朵里，味道完全变了。她脑子里瞬间闪过某些没法直视的画面，尤其是想到她之前那句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埃琳娜现在心里乱成一团麻，虽然名义上是度蜜月，但这可是她作为皇太子妃第一次正式出巡。她不停地提醒自己，一定要专业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更不能被旁边的男人带节奏。可里昂哈德就坐在对面，那眼神摆明了没打算让她好好工作。等马车停稳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的紧张一下子全没了。这哪里是普通的别墅，简直美得不像话。里昂哈德凑过来问，喜欢这里吗？埃琳娜看着眼前的海景，只能下意识地点头。美是真的美，但接下来的独处时间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走在海边，埃琳娜忍不住哼起了小曲。里昂哈德听得一愣，这调子怎么这么耳熟？原来这是开国皇帝留下的歌。一聊起这些历史典故，埃琳娜的职业病就犯了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歌词里那些奇怪的隐喻。她正讲得起劲，完全没注意到身边的男人眼神已经变了。里昂哈德突然凑到她耳边，低声提醒了一句，别忘了我们现在可是再度蜜月。这一句话瞬间把煞风景的历史课拉回了现实。里昂哈德笑着提醒，多看看眼前的风景。其实他指的是眼前的自己，虽然是在大马路上，他却一点也不避讳，直接牵住了埃琳娜的手。这节奏带的让人根本没法拒绝。原来刚才歌里唱的那个光，指的是1年才开一次的发光花，只有在当地的鲜花节上才能亲眼看到。这片领地不仅风景好，每年还会举办盛大的庆典，全城的人都会出来祈福。一听到有庆典，埃琳娜的兴致马上来了，她第一反应竟然是这可是视察民情的大好机会。里昂哈德看她这么上头，顺势发出了邀请，现在正好在筹备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埃琳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看来这场蜜月旅行又要变成她的工作现场了。原本以为会看到热闹的庆典准备，结果到了广场一看，气氛完全不对劲，这里冷冷清清的，一点过节的样子都没有。里昂哈德倒是没想那么多，随便找了几个路人想打听一下，结果他这一开口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当听到随从喊出殿下这2个字，那几个小伙子彻底僵住了。谁能想到传闻中那个美丽的暴君竟然会突然出现在这种地方？看着这几个人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埃琳娜心里暗叫不好，这哪是来视察民情，简直像是来抄家的。眼看局面就要失控，她赶紧站了出来，想把这尴尬的气氛给圆回来。埃琳娜本想表现得亲民一点，结果这一笑明显是有些用力过猛，路人直接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的往回跑。
这帮人为了逃命，甚至把同伴推出来当挡箭牌，一边喊着饶命，一边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埃琳娜拦都拦不住，里昂哈德还在旁边说风凉话，嫌埃琳娜长得太凶。埃琳娜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对了回去。明明是你这个暴君的名声更吓人。就在这一片混乱里，居然还有个胆子大的没跑。这个叫鲁道夫的男人不仅没被吓到，反而表现得非常有礼貌。原来他就是鲜花节的负责人。看来在这座被恐惧笼罩的小镇里，终于出现了一个能正常沟通的人了。鲁道夫赶紧为刚才的无礼道歉。埃琳娜倒是一点没架子，反而觉得是自己突然出现，才把大家给吓着了。里昂哈德开门见山地问：“既然你是负责人，为什么鲜花节还没开始筹备？”结果鲁道夫的一句话让两个人都愣住了。今年的鲜花节竟然被取消了。鲁道夫一脸无奈，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想办，可镇上确实出了大问题。话还没说完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呼救，一位老奶奶正拎着重物求助。鲁道夫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，只留下一句回头再解释，就这么把两位大人物给晾在了大街上。看着鲁道夫忙前忙后的样子，里昂哈德随口感叹了一句：“这家伙在镇上的人气还真高。”两人回到住处，心思却全在那场被取消的庆典上。好端端的节日说没就没，这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埃琳娜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这次可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既然是来视察民情，那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只要能把这个麻烦解决掉，不仅能让庆典重新开始，还能彻底扭转大家对皇室的看法。这可是证明自己的大好时机，他现在已经彻底燃起来了，绝对不能错过这场翻身仗。埃琳娜一拍桌子，干劲十足的提议：“咱们去帮鲁道夫解决麻烦吧。”里昂哈德却调侃道：“这可是咱们的蜜月旅行，你居然舍得让我去干活？”埃琳娜赶紧找借口说：“殿下肯定也想看鲜花节，这才想拉他一起帮忙。”里昂哈德笑着站起身，答应是可以，但必须速战速决，毕竟剩下的时间他可不想被任何人打扰。里昂哈德轻轻托起他的下巴，语气里透着不容拒绝的霸道：“既然答应了要去帮忙，那剩下的时间就必须全部交给他来支配。”他凑近埃琳娜耳边低声说：“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埃琳娜就带人来到了街上。既然里昂哈德想过二人世界，那调查庆典取消的事只能靠自己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终于发现了目标，鲁道夫正拿着花在不远处忙碌着。埃琳娜赶紧叫住他，鲁道夫显然没料到皇太子妃会亲自找上门。想起昨天的失礼，他赶紧开口道歉，可他越是这么客气，庆典取消的真相就显得越不简单。埃琳娜试探着问：“是不是还在为庆典做准备？”鲁道夫点点头，说：“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。”为了能顺理成章留下来套话，他主动提出要帮忙。谁能想到，这位皇太子妃一露一手，直接把鲁道夫给看呆了。这插花的水平简直比专业的还要专业。鲁道夫一边道谢一边感叹，说自己平时笨手笨脚，这下真是帮了大忙。埃琳娜没绕弯子，直接问出了心里的疑惑：好好的庆典，为什么说取消就取消了？鲁道夫犹豫了半天，终于吐露了实情。原来这附近竟然闹起了星星灾，这理由听起来简直荒唐，可看他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。这些家伙不仅成群结队，还到处拆房子毁农田，简直成了镇上的噩梦。最可惜的是，今年本该是鲜花开得最好的一年，结果全被这些不速之客给毁了。埃琳娜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这种地方怎么会突然冒出星星？埃琳娜当场表态，这事儿她管定了，等回去就跟里昂哈德商量。鲁道夫这下总算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声说着谢谢。既然要查，就要查个彻底。他顺口打听起那种会发光的圣花，鲁道夫二话不说，直接带他去了一家老字号店里，到处是精致的瓶罐。鲁道夫介绍说，这里是镇上最出名的地方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游客，都喜欢往这儿钻。可还没等他看个仔细，肩膀突然被人从后面按住。埃琳娜这才发现，店里竟然全是成双成对的小情侣。鲁道夫讲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，很久以前，黑暗王子把发光的圣花献给女神，并许下了永恒的诺言。据说后来他们儿孙满堂，所以这种花就成了长久爱情的象征。鲁道夫凑到他耳边低声说，这种花的香味据说还有助孕的神奇效果，对新婚夫妇来说，这简直是再完美不过的礼物。这番话听起来神乎其神，却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毕竟现在正是蜜月期，为皇室诞下继承人，确实是他推不掉的责任。埃琳娜盯着这些瓶瓶罐罐，心里还在纠结，这种东西真的有必要买回去吗？与此同时，里昂哈德正满大街找老婆，虽然知道有护卫跟着，但他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亨泽尔眼尖，一眼就瞧见了远处的埃琳娜，可看清他身边的人后，气氛瞬间就变了。他正跟那个鲁道夫走在一起，手里还拎着刚买的东西，两人有说有笑的，看起来关系很不一般。亨泽尔还在旁边故意拱火，问殿下担不担心他们单独相处。里昂哈德嘴上说着没关系，可这局面显然已经要失控了。里昂哈德不仅没生气，反而觉得这出戏挺有意思，他提议跟上去看看。亨泽尔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哪是皇太子的作风？两人一路尾随，躲在角落里暗中观察。此时的埃琳娜正和鲁道夫在海边喝茶，吹着海风，气氛那叫一个浪漫。里昂哈德拿着报纸假装路人，其实耳朵竖得比谁都直。亨泽尔还在旁边没心没肺的感慨，说这两人气氛真不错。这句话直接点燃了火药桶。里昂哈德一把揪住他的领子，问他是不是活腻了。亨泽尔在一旁感叹说，皇太子妃看起来玩得很开心。里昂哈德一句话
也没说，但这沉默里全是打翻的醋味。夜幕降临，埃琳娜独自回到了房间，她特意点燃了刚买的香薰蜡烛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蜡烛，而是鲁道夫提到的那种圣花。她还记得鲁道夫说的话，这种香味对想要孩子的夫妇非常有帮助。看来他是真的把这件事当成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坐在宽大的双人床上，埃琳娜还在为第一晚感到遗憾，当时实在太累，直接睡死过去，白白浪费了机会。但今晚她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埃琳娜在心里不停打气，身为皇太子妃，为皇室延续血脉是头等大事，今晚一定要把这第一晚彻底拿下。他磨磨蹭蹭走到里昂哈德身边，这位暴君正悠闲地翻着书，听到动静，只是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。埃琳娜现在整个人都是僵的，本来想整点浪漫气氛，结果一开口，竟然提到了白天的那个鲁道夫。他说自己特意去问了鲁道夫，为什么鲜花节突然取消了，理由竟然是城里闯进了一群大猩猩。里昂哈德听完，说明天就派人去处理，让埃琳娜今晚早点睡。说完起身就要走，埃琳娜这下彻底懵了，他是想留人，不是想让他去打猎啊！眼看人都要出门了，他急得一把拽住对方，结果用力过猛，两个人直接倒在了床上，这姿势简直让人没法直视。埃琳娜压在里昂哈德身上，小声说着不让他走。这下轮到这位暴君愣住了，空气里的火药味瞬间变成了暧昧的火花。埃琳娜这下是彻底豁出去了，她俯下身，在里昂哈德耳边低声呢喃：今晚一切都要按他的节奏来。这位平日里不可一世的暴君，此刻竟然被完全压制。他躺在床上，显然没料到对方会这么主动。埃琳娜看着身下的男人，直接放出狠话：今晚绝对不会让他就这么睡着。谁能想到，一向冷静的埃琳娜这次竟然主动坐了上来。这下轮到里昂哈德懵了，他完全没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是因为想到了鲁道夫，埃琳娜决定不再犹豫。里昂哈德直接掀起被子，把两个人都罩了进去。他吓得大叫，可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。本以为是场恶战，结果里昂哈德把埃琳娜裹成了蚕蛹。里昂哈德倒好，直接从背后搂住她，冷不丁来了一句：赶紧睡。还没等埃琳娜回过神，身后的男人居然真的睡熟了。这下尴尬了，埃琳娜觉得天都要塌了。难道说自己作为妻子的头等大事就这么搞砸了？埃琳娜这次要搞个大动作，为了让大家过好鲜花节，她当众宣布要带队去执行讨伐任务。不仅里昂哈德会亲自领头，埃琳娜也要跟着一起去。这番话一出，简直给全城百姓吃了颗定心丸。可里昂哈德却有点意外，毕竟他对地形根本不熟，这趟任务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。想起昨晚的事，埃琳娜现在简直没脸见他，只要一看到那张脸，气氛就尴尬的不行。不行，现在必须得转移注意力，先把眼前的讨伐任务搞定再说。好在鲁道夫主动站了出来，说要给大家带路，埃琳娜赶紧答应下来，打算全程紧跟这位向导。可就在两人聊得正起劲时，里昂哈德却在旁边一言不发，这眼神显然是有点不对劲了。里昂哈德带头开路，提醒大家跟紧了，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。一行人穿山越岭，总算深入了这片荒地。可走着走着，路标突然断了，里昂哈德也有点犯难，正拿着罗盘在那儿琢磨，到底是该往左还是往右。就在这时，鲁道夫突然插了一句，他指着右边说：这儿有一条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路，虽然要翻悬崖，但绝对比绕远路要快得多。看来这向导还真没白请。不过这所谓的捷径真的安全吗？埃琳娜现在对鲁道夫真是佩服的不行，觉得他不仅见多识广，带路还特别靠谱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讨伐任务肯定能顺利完成。鲜花节这下总算是有救了。鲁道夫在前面带劲的指挥着，埃琳娜也是全程积极配合，两人聊得那叫一个投机。可怜堂堂皇太子里昂哈德现在只能在后面默默跟着，看着前面那两位有说有笑。他估计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自己才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，怎么走着走着自己反而成了个摆设。里昂哈德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决定开启霸总模式，要把丢掉的主导权全抢回来。就在这时，草丛里突然钻出一条蛇，他刚准备上演一出英雄救美，结果鲁道夫手比脑子快，抢先一步把蛇给掐住了。看着埃琳娜对鲁道夫谢个不停，里昂哈德在后面简直要气炸了，这表现机会怎么又被这小子给截胡了？这下他是彻底忍不了了，既然带路和救人没赶上，那就直接来硬的。他不由分说的伸出手，语气强硬的让埃琳娜牵住他。这回他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位了。面对里昂哈德突然的示好，埃琳娜一下子慌了神，赶紧摆手说自己没事。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，还在纠结昨晚被拒绝的事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男人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鲁道夫又找准机会凑了上来，一把扶住了他的肩膀。他语气温柔地说：“这儿危险。”让埃琳娜干脆扶着他走，这殷勤显得真是恰到好处。这下里昂哈德在后面全看见了，手里的岩石都要被捏碎了。本来想找回点面子，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讨伐还没正式开始，后院就先起火了。里昂哈德现在简直要烦透了。从昨天开始，这股无名火就怎么也压不住。以前他从来不在乎这些琐事，可现在看着埃琳娜和别的男人坐在一起，他这心里的醋坛子算是彻底翻了。只要看到埃琳娜对着鲁道夫笑，他就恨不得立刻冲过去。这种强烈的占有欲，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。他现在只想让这个女人的眼里从始至终只有他一个人。就在这气氛最微妙的时候，森林里突然传出一声震天响，一只巨大的猩猩怪物猛地冲了出来，打破了这尴尬的宁静。埃琳娜和鲁道夫这下全懵了，真正的危险说来就来。
鲁道夫反应很快，第一时间挡在埃琳娜面前，大喊着让她赶紧后退。可这一幕落在里昂·哈德眼里，简直比眼前的怪物还要碍眼。他现在心里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他很不爽。既然有人想抢风头，那他就让所有人看看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长剑出鞘的一瞬间，杀气已经藏不住了，怪物咆哮着冲了上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里昂·哈德身形一闪，直接把埃琳娜搂进怀里，手起刀落，甚至没人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，瞬间就被劈成了两半。里昂·哈德这一手英雄救美，确实是干净利落。他稳稳当当地抱着埃琳娜，刚才那股杀气还没散干净，埃琳娜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怀抱比他想象中要可靠得多，甚至忘了自己刚才还在躲着他。鲁道夫急急忙忙跑过来问有没有事，但这会儿谁还顾得上他啊？里昂·哈德把人放下，埃琳娜小声叫了声殿下，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味。原本是来森林讨伐怪物的，现在倒像是专门来谈情说爱的了。里昂·哈德这下是彻底摊牌了，他把埃琳娜搂得死死的，根本不给他任何逃避的机会。他低声警告说：“别移开视线，现在只能看着我。”他盯着埃琳娜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能保护你的人，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。”这霸道的镜头简直让人没法拒绝。